大家好，如果申万，我先来问问您一个问题，也就是时间的答案是什么？您如果早有答案，那么不妨在评论区中畅聊一把，或者干脆直接听听赵丽颖的答案。当然了，原声视频欢迎在短视频区中自行回顾，大量赵丽颖、王一博的原声段子和罕见花絮，您都能找到不同的亮点和笑点。活宝不是吹的。对于申万我而言，从赵丽颖的答案中读出答案，也注定是99.9999999的娱乐大号，歪嘴大 V 永远都 get 不到的专长和技能，因为洞察力真的看人。有些乐于吃瓜皮，到此为止的风向专家，不会吃到瓜瓤，也不想去读懂赵丽颖、王一博，所以粉皂事件、乌镇事件注定在2023年少不了黑手的重复搞作。那么买的真爱粉会继续掉坑吗？答案很简单，就是懂得锁定申万频道就够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第一眼看到赵丽颖时间的答案相关采访预告，说实话不是惊艳的那种，甚至还要思考了一下，因为赵丽颖向来都是个直来直去、直肠直肚，很少兜圈子的娱乐圈人版来的。理解她的话，无需太多技术性思考。当然了，这一点，王一博也是个说话直白、有一说一的敞亮人，因此他被人拿来说是反复诟病情商的戏码，也是每日不绝的事情，甚至还成为了全网讨论的盛大话题。这种盛大程度明显比 GQ 盛典更有深度，因为贵公子、香奶奶成为全场焦点的时候，表面的奢华、离地的富贵，其实已经彻底遮住了眼睛，包括每个人的思想。那么这一次说话直白但鬼聪明满满的赵丽颖到底说了什么呢？赵丽颖说，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很有魄力的女性角色。人的一生很短暂，你要珍惜自己每一次的用尽全力。再次提醒一下，相关赵丽颖的本尊原声，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到本频道的短视频围观。虽然这段采访的整体拍摄不算精致，但赵丽颖的颜倒是相当精致的，甚至申万我差点搞不清拍摄的时间，还以为是明年拍摄的，因为今年的她没有这么圆润，胶原满面，就像真实耐看。娓娓而谈，地气十足的邻家姐姐一样，当然了，还是小小富态，相当放松的那一种。请注意，赵丽颖通常在演戏时候那些标配的投入感和精神气，基本上在这类访谈环节是看不见的。她的放松方式甚至制造出了大量笑不活的人间素材。当然了，申万我的短视频区总结归纳了大量的人间精华素，欢迎您百看不厌。说回赵丽颖的这句话，申万我值得提醒一下，赵丽颖这话的本身几乎朴素无华，因为不管父亲母亲还是老友挚爱，我们或许都听过这些类似的表达，您说是不是特别熟悉呢？就像老祖宗千载不变的孜孜不倦、用心教诲一样，精心的都是宝贝，不精心的都是瓜皮。当然了，也只有申万我这么说。这次时间的答案相关采访，基调明晃晃，就是赵丽颖意外封神的半夏演技。风吹半夏结局时的最大看点，依然在实力派女演员赵丽颖的身上。当许半夏旗下的公司陷入困境时，讨债的人甚至都堵到他家门口，势必要跟他死磕到底。此时许父二话不说，直接从妻子手上抢过存折，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许半夏解决当下的困境，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把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前半段有多离谱，后半段就有高能，不愧是国家一级演员。王劲松的炸裂演技跟赵丽颖真正起到了1+1=2的效果。他在剧中的人设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父亲，平日里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半夏看着自己父亲的背影，又发现留在车内的药瓶跟存折时，瞬间泪崩。教科书式哭戏，屏幕前的观众瞬间破防，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多一分夸张，少一分则凸显不出当下许半夏心中的复杂的情绪。封神演技把一个女强人在困境面前得到亲人帮助的感动，以及对父爱的重新认识都演绎了出来。还有就是在工厂劝导工人这场戏中，同样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边给大家道歉，一边接受众人的谴责，脸上写满了无助，眼神里全都是戏。只见许半夏双眼含泪，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仅凭2场哭戏，让赵丽颖坐实了实力派女演员的称号，同时也狠狠打了那些群嘲她的无良营销号。大姐姐播出之后，不少观众都将其称之为赵丽颖隐忍式哭戏凭实力吊打了多位流量女演员，光是她一人哭戏名场面，点播率就数以亿计。刘薇饰演的武建设同样多次被推上热搜，当场因涉嫌侵占国有资产，律师向许半夏提交了2种方案，一是让他主动认罪，二是让武建设主动自首。简单的一个选择，但走向完全不同。员工为了利益着想，在没有得到许半夏认可的前提之下，私自找到吴建设，让他扛下所有罪名。此时老戏骨刘薇狂放大招，把武建设心中的愤怒都通过扎实的台词以及表演呈现了出来，不是泼红酒就是摔酒杯，典型的气急败坏。自首之前还特意嘱咐许半夏，等到自己出狱那天，必须让他来接自己。说这句话时，武建设已经红了眼眶，把心中的恐惧感通过台词诠释的相当到位。二人的封神演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手过招。总的来说，这部风吹半夏值得铁粉反复二刷，全剧没有出现任何槽点，可以在豆瓣上斩获 8.4 的高分，实至名归。于是乎，影评拽拽底气满满的赵丽颖顺势给出了有趣的时间的答案。申万我只想说，简单的回答背后都是真相，只有经历过的人能够一眼看穿。比方杨幂，比方孙俪，那么您猜王一博能够一眼看穿吗？回答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要首先看懂王一博才行，否则就是买的真爱粉和1年1度的粉造货乌镇。所以您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吧，那就是王一博到底是耿直还是情商低呢？请注意，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居然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回答，而且关注和赞同也是数不胜数。当然了，王一博的话题就是这个热度，无论黑还是红，无论尬吹尬黑还是不吹不黑，有个高赞回答，在申万我的眼里的确有些深度。当然了，对比 GQ 盛典出现的那些名嘴名人，深度就不是一个档次了。申万我之前开篇的那个人形玩偶的笑话，照样有人买单，也真的是个笑话了。这个回答是，刚认识王一博的时候，他还是天天向上的人形立牌，那时候很好奇，为什么天天向上都非要放一个类似小五这样的角色呢？也不怎么说话，全程站在那里，真的就跟摆设一样。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孩子还是很有才的，多才多艺。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人人都急于展示自己，到处都想要留下一个好的人设，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当红的明星突然一夜之间就栽了，很难翻身。对于年轻的艺人来说，因为年纪小，经历的少，如果年少成名，突然爆红是很容易膨胀的，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人性。但是如果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路，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做什么，这才是一个优秀的艺人所要做的。一个没有代表作品的人才会去打造人设，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观众缘，以维持自己的流量和热度。所以这种不讨好别人的人，需要具体分析他背后的原因。申万我可以说，有时候理性是无需辞藻的，简单反而能直击要害。就像赵丽颖的说话方式一样，那么赵丽颖属于耿直还是情商低呢？似乎王炸姐弟又跑一块了，是不是？如果说赵丽颖和孙俪跑一块，是不是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来的呢？孙俪自出道以来，主演的电视剧几乎部都是收视与口碑双丰收，尤其是玉观音、小姨多鹤还有甄嬛传等，都备受观众们赞誉。最近网上频传出孙俪将拍新剧的消息，这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围观。据悉，孙俪接触的这部新剧是一部小说改编的古装商战剧，名为《女商》。《女商》改编自网文作者南方赤火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清末时期女商人林玉婵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背景下，白手起家，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故事。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爆发，时局动荡不安。林玉婵虽然身为一介女子，却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于是她携手男主苏敏官，一起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孙俪此前曾主演过一部相同题材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她在剧中扮演的周莹就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而且周莹这个角色在历史上还是有原型的。
那年花开月正圆整体的口碑还算不错，孙俪和陈晓这对姐弟 CP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剧中的几位配角表现也十分出彩，因此不少网友期待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组原班人马出演女商。孙俪是一位天赋极高的演员，她出道的首部作品就是缉毒剧《玉观音》，她在剧中饰演的女主安心坚强隐忍，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更让人钦佩的是，孙俪不但先天条件优渥，后天还非常刻苦，即便出道就演女主。赵宝刚、高希希等知名大导演邀约不断，孙俪依旧没有丝毫的松懈，一直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现在，杨幂和赵丽颖两大八五女神也传出了有望出演女商的消息，不过两人接触的角色似乎都是配角。虽然以杨幂和赵丽颖的咖位与成就来说，两人早已不需要给别人做配了，但如果女主是孙俪，那两人做配也不奇怪。杨幂最近热剧不断，一部医疗剧《谢谢你医生》登陆央视播出，收视还行。另一部职场剧《爱的28定律》虽然口碑不好，但收视率也不低。从收视与热度来看，杨幂依旧稳居2号收视女王的宝座。她之后的几部待播作品《狐妖小红娘》等也都备受期待。不过从长远考虑，杨幂粉丝一直都希望杨幂能够早点转型，让观众们看到她不同的一面。转型是很多演员的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就连古天乐这样的全民偶像都不能避免。据悉，为了从偶像剧转型为实力派，古天乐还特地做了美黑。如今红了30年的古天乐事业依旧发展的风生水起，他代言的贪玩蓝月也成为了最热门的网游之一。赵丽颖当初与杨幂同为收视女王，两人在古偶领域的成就可谓是不相上下。不过从近几年开始，赵丽颖默默选择了转型，一部《幸福到万家》和刚刚收官的《风吹半夏》，虽然收视没她以前主演的仙侠剧那么亮眼，但口碑却很高。这就是赵丽颖想要的。申万我聊过，演员与偶像之间就是一指之隔，捅破了就是翻篇了，一层纸都捅不破，那么就只好杨幂了。这实际就是赵丽颖相当坦白的时间的答案。很好玩的是，或许绝大多数的人都看不出来，赵丽颖时间的答案不用一个字，完全交给时间的话，她的答案都会水落石出的。就像赵丽颖、冯绍峰当年离婚的时候，照样万千的瓜友都理不出头绪，结果申万我第一时间铁口完，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因为时间本身就是答案，您说对不？同样道理，在针对王一博的高赞回答当中，答案就是答案，亮点就是2点。一，无心的直接是耿直，目中无人是情商低。有人说，娱乐圈最好的人设就是没有人设。纵观那些高级感很强的明星、大咖级别的一线艺人，从来都没有时间去讨好别人，正是因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事情，而不是经济的提线木偶，才能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深耕自己的业务能力上，为冲进一线积攒更多的实力。耿直和情商低是两回事，一个人耿直，你会发现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算得上是小瑕疵，但是总体还是加分的。他的初心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已。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一个非常鲜明的女演员，她就是赵丽颖。外号赵小刀的赵丽颖说话就是非常耿直的，但是时间久了，人们就会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女演员，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演戏，为人单纯，不善于交际。所以当她说出一些非常直接的话时，人们常常习惯了，并不会恶意揣摩她。但是情商低就不一样了。情商低的人一般是眼里压根就没有别人，而自己的言行居然给别人带来一定的麻烦。而我们看到王一博在不同的节目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就说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说他在《天天向上》里，这是一个脱口秀的性质的节目，特别是有多位主持人的时候，每个人分工不同，如果人人都是主角，都要抢话来说，现场秩序将会很混乱，而且这档节目里会请一些明星大咖，过分活跃抢话会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他才会发言不问他，他就静静的在旁边。他也曾说过，在这个节目里他是负责跳舞的，需要他来跳舞的时候，他才会展示自己。
而到了快乐大本营这样需要活跃一些的节目里，他就会参与度很高，这说明他有自己的考虑，可以管理自己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艺人应该做到的行为。说到这，Shin我也是要为这个毫不华丽的总结点个赞，因为很有意思的是，高赞的回答居然给了2个高赞的人，算是击中了Shin我哑然一笑的笑点。所以回过头，您再看看本频道一路以来的格调和境界，是不是昨夜一样的恍然一梦呢？这次赵丽颖通过时间的答案，再次亮出了赵小刀的迷人本色。再次一个字都不废话，赵丽颖说要珍惜每一次的用尽全力，用尽全力拍好每部作品，不负每个角色。因为刚刚收官的风吹半夏口碑收视热度3丰收了，这一回演员赵丽颖的故事可谓双向奔赴，彼此柔和。就像角色中演绎的那样，许半夏在荆棘丛生处走出自己的路，不害怕途中的艰难险阻，义无反顾的去拼去闯，用自信从容打开一片创业新天地。更为了心中的向往一直努力着，一步步垒的属于自己的成就。他在出道之前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高的学历，有的是拼命三娘的那股子拼劲，一步一个脚印，打拼10几年，终于从一个农家草根女孩蜕变成影视圈的收视女王，这其中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这也是粉丝们欣赏她的原因之一。她是人气与实力并存的国民女演员，她以热爱为奖，初心为帆，潜心奋进。从平凡普通、中专学历、农村家庭，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女孩，成长为现在影视圈最具代表性的收视女王。赵丽颖为大家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执着坚持自己的梦想，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就会成就最好的自己。当然了，这还没完，因为杨幂可能不这么想。因为高情商的杨幂注定有不同的对成功和信念的理解。这就回到了王一博的高赞回答当中了。情商到底是什么？一直以来，我们都对情商这个词有某种误区，一提起情商，我们就会想到圆滑、讨人喜欢。情商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感知他人情绪的能力，不单单只会说话、圆滑、讨人喜欢。这样的认识是狭隘的。丹尼尔·戈尔曼是美国《时代》杂志 Time 的专栏作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专研行为与头脑科学，撰写的作品多次获奖，曾4度荣获美国心理协会 APA 最高荣誉奖项。他在自己的畅销著作《情商》这本书里指出，情商包括这5个方面的能力：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情商指的是管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情商高的人既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又能感知到他人情绪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些情商低的人常常在不合适的时间说出不合适的话，这和说话直接是有本质区别的。王一博大多时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我们常常看到他都是笑呵呵的，这说明他一般来说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这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情商低的人，而是没有刻意讨好别人的人。甚至有人还会因为他的这种单纯而喜欢他。当然，作为一个宝藏男孩，实力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认真做事的态度也会让人们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要知道，世上并没有完美的人，所有的完美的人设都是伪装出来的，真实才可爱。我们喜欢一个明星，常常被他一些最本质的细节打动，比如说他对工作的热爱、执着、坚持、善良。人说到底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喜欢周杰伦的歌，也喜欢他的人；喜欢梁朝伟的戏，也喜欢他的忧郁；喜欢张钧甯的颜，也喜欢他的自律；喜欢王菲的空灵，也喜欢他的不懈。艺人的德行和技艺是最重要的。就像情商高的艺人们遇到刁钻的问题，总是会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作品。这不是一句空话，我就是想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其他的不重要。这在Shin我的眼里，不是情商，又会是什么？于是乎，在情商这个有趣有深度的问题上，王炸姐姐赵丽颖、王炸弟弟王一博归于一体了。特别是赵丽颖这次貌似普通却又发光的那句话：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我，真的感觉人的一生很短暂，说得很烂，因为烂大街了。
全世界人都会说人生短暂，然而呢，真正意识到人生短暂的人，只有那些真真正正的正在倒数着自己时间的人，就像一些接近末日的死刑犯，或者时日无多的重症。但凡看过《人间世》，也就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以医疗为主题的纪录片的人，都会明白申万我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人生苦短，只是说说而已，从来不会认真的看待和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完全没有生命倒数的迫切感和告别一生的压力感，因此浑浑噩噩注定是每日的常态。因此，赵丽颖说要珍惜自己每一次的用尽全力，真的是直击我心。说这话的人可以是套话连篇的人，但是说这话的人也可以是洞察生命的人。因为赵丽颖每一次的用尽全力进入角色，都是一次眼神杀的绽放，也是一次巨抛人物的脱胎换骨。这不容易，要知道长期停留在舒适区的人，是绝对不会感知人的一生很短暂。例如杨幂，她肯定也是擅长说这话的，但是杨幂说这话，申万我是绝对不会信的。我只看到了她的高度重复，甚至麻木的人物解读和演绎，完全没有巨抛的新鲜感和惊喜感。她的灵气已经随着短暂的一生放下权力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一个励志的人，想要激励别人，就必须激励自己。所以赵丽颖说，人的一生很短暂，你要珍惜自己每一次的用尽全力。